只需4刀，耗时10秒，就能完成一条马鲛鱼的处理。鱼丸要爽口，控制温度是成败的关键。細嘅溫度啊，冇細高啦。馬鮫魚佢嘅溫度一高，佢就失膠啊。马鲛鱼丸用料简单，搭档只有油、盐、水3味。根据制作时的天气、温度以及马鲛鱼的品质来调节它们的比例，这只能靠厨师的经验判断。即使同为马鲛，每次做出的鱼丸都会有微妙不同。为了保证出品穩定，歐日華甚至連魚丸的大小都研究過。大個比較有口感啦，魚味比較濃郁啦。你係細那個，佢就冇口感啦。比乒乓球還大的馬鲛魚丸，煮熟後要試味兒，得肉質滑爽、Q 彈中帶點柔脆，才符合標準。做好的魚丸可以和西芹同炒，也可以下鍋滾燙。嗰啲烏魚生啊，你口感都好噶。佢哋馬鮫特別靚嚇，馬鮫靚真係。吳川人把年例作為迎來送往的待客之道，自然培養出一批廚藝爐火純青的廚師，競爭日漸激烈，接單靠的就是口碑。擺酒做起事都請嘅嘛，意宴啊、邀請啊啲嘢特別做得好嘅，真係特別做得好嘅。其實工藝又好咯，做啲味道又好咯。今天的年例设在村里祠堂边儿。歐日華自小隨父親學習廚藝，學會了吳川宴席所有經典菜式的做法。有些手工菜因為工序複雜，已經很少有廚師願意做。但鄉里鄉親卻很看重這些傳統名菜。只要首先個選料一定我哋新鮮，邊個之後你肯定炒練個騷味個。腰卷別名腰纏萬貫，是吳川宴席特有的菜式。腰是豬腰，卷是豬網油。最考驗師傅的地方在於去除腥味。要拖一次噶，使到個味完全冇晒嗰隻噶，寫生你完全感覺唔到有個豬油味嗰隻噶。腰卷不貴，關鍵是粗菜細做。豬腰在去掉皂糙味最重的中間白色腺體後，要醃製2次並沖洗到顏色變淺，才能裹上豬網油開蒸。對歐日華來說，這還是萬里長征第一步。包起腰件啊，然後再蒸。蒸完之後呢，腰件好軟噶，一定要冷卻嘅，炸就好炸啦。而腰件一定要配搭個脆醬噶啦。有麵粉落烤冇嚟發啦，起碼發到4小時左右就 OK 個。發啱時間咧，一定會俾油啦，更香都脆嘅啦。行走年历江湖，廚藝不是唯一的制勝法寶。歐日華在現場排兵布陣，把控流程，協調團隊，一次年歷下來，不亞於打一場戰役。在6點5鐘，基本上整齊了。40桌酒席就意味着每道菜需要40分，16道菜立體式出菜，640份菜品要在開席前30分鐘內全部完成。歐日華團隊飛刀斬料、開籠取菜、炒鍋顛勺、分菜擺盤，忙而不亂，這就是吳川年歷的效率。打造下間5星級嘅流動餐飲係自己嘅夢想，即係把賓館嗰套個管理根本係外面做酒席，一定要升級。你有冇升級，市場就淘汰你個。堅守驕傲的最好辦法就是具備專業能力。腰卷是能力最好的證明。蒸好放涼的腰卷和發酵的脆漿，5個小時後相遇，
一起进入油锅，炸至金黄。趁热切开上碟，才能保持外酥里嫩的口感。上菜啦！嗱，6點打等住上菜啊！口令一起，上菜员鱼贯而出，顺序是价高者优先，烧猪、海味干货依次登场，八宝饭、青菜最后压轴。中餐等你咩嘅？大支啦嘛，我知啊，大支啦嘛。欧日华作为总指挥，需要时刻观察客人的用餐速度，菜要一道道上，首尾衔接。把控节奏的核心秘诀就是温度。全部都就水龍上菜㗎，無論50台、100台、200台、300台，所有嘅菜式都冇試過熱量，就係我哋個宗旨。你有冇熱量嘅菜式，你點食？腰卷上桌，入口就在齿间应声而碎。猪腰嫩滑有汁，就像在口腔里绽放了一场小型烟花。这样的腰卷才是吴川人記憶中的滋味。佢嘅上菜速度係會快好多嘅，去到我哋嘅口入邊咧，亦都係非常之熱嘅。佢係我哋幫鋪最出名嘅大廚師，非常味，非常好。時刻的讚美才是廚師的榮譽。大廚的頭面，歐日華從不掉以輕心。我哋廚師㗎。你自己都冇乾淨嘅，你先要求人哋乾淨咧。華哥，6年快樂，6年快樂，真係心想事成。接过朋友的贺礼，已是2024年的春节前夕。经营年历不是欧日华的终极理想，他的梦想藏在新开的工作室里。江南百花鸡是粤菜经典，百花是指混合了猪油肥膘的虾胶，把鸡皮完整卸下，用虾胶铺平在内侧。蒸熟后切块勾芡，夹一块，鸡皮爽脆，虾胶鲜滑。煎虾则是家常快手菜，欧日华用橄榄油代替花生油、猪油，更能凸显虾的鲜味儿，尝试寻求粤西味道的新突破。欧日华不断升级，是为了一个5星级的流动厨房。这个梦想诞生在村镇里，酝酿在祠堂边，扎根于亲情中。那些和欧日华一样的乡野厨师，让吴川这座城市仿佛摆脱了时间的束缚，留住了浓浓的传统年味儿。在子夜时分，香港长洲岛的宁静被1年1度的庆典活动所打破。选手们纷纷涌上高达14米的包山，奋力争夺9000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包子。喂，郭老闆，喂，點啊，來哥，訂幾多包啊？今年又應該正常嘅，多少少多些少嘅平安包，就麻蓉餡嘅3擔半，5月26號攞。好靚齋粥喂！清晨8點，香港長洲島的一家粥館，彌漫着讓人忍不住分泌口水的米香，傳承100年的獨特口感。是顧客迎門的唯一理由。唔好意思啊，今日我哋長洲太平清醮食齋啊，只係賣齋粥。你2份齋粥我。好好好。
每年农历4月初，僧哥的粥铺总有3天停售所有肉类粥品，食客只能尝到用玉米、甘笋、冬菇、蚝豉慢火熬成的齋粥。幾廿年都係咁食㗎啦，今加個節日咯。你邊啲食齋啊？佢哋整得好好食，生意好似爆過平時啊！食齋粥咧都係一個傳統啦，所以每年都會食一次。咁啊，街市都冇魚賣㗎啦。長洲就蠔豉就係屬於齋嘅，好多鋪頭又賣啲春卷啊、炸蠔啊、羅漢齋啊、酸齋咁啊，連麥當勞都賣緊齋包啊！多謝晒。豬腦蛋漢堡餐，食齋啊！食齋啊！3日守齋期嘛。究竟是什么节庆日子，让全球餐饮连锁店也入乡随俗，参与到长洲岛的这场维持3天的斋戒日活动来？全部去晒平嗰邊先，要貼啲啊！在常州斋戒日即將來臨之際，島民們都在為這場盛大的節慶活動緊張籌備。不論高低，不論老少，都係咁樂於翻嚟參與我哋呢個長洲太平清醮。點解呢？有個歸屬感。我長洲有一個太平清醮係非物質文化遺產，所以我哋係值得驕傲㗎。常州太平清醮在19世紀末創始，據傳當時瘟疫肆虐，居民們仰望北地神，祈求護佑，奉迎神像遊行，終於平息了疫情。自此以後，常州居民每年4月就會上演盛大的清醮儀式，祈願平安長久。從正教的樹立幡竿、清洗街道，到迎神祈福、神功戲，再到會景巡遊和搶包山，太平清醮活動為期3天。這3天，常州島最忙碌的人當屬平安包的製作師傅。今日好似有70包粉翻嘅，落20包落康南，50包上呢度。聽日可能有蓮蓉翻。太平清醮的前一周，郭宇全一刻也不得閒，因為按照往年的訂單，他需要在1周內完成3到4萬個平安包的製作。呢個係散嘅，甲級平安嘅。呢啲堂口嗰啲嘛，社團嗰啲噶嘛。100噶嘛。有70包粉，我叫肥仔。13歲入行當包點學徒，25歲接手師傅的店鋪，至今60歲的郭宇全仍然堅守在中西包點的製作崗位上。剛剛你做咗夜賓，我哋管咗出邊先。賣腸仔先。新舊加埋有5間咯，我哋都有40幾。店鋪雖小，但品類豐富，獨具特色。郭宇全的餅不僅受到了島上居民的喜愛，還成為外來遊客必買的手信。這都要歸功於他在過去的35年裡，對於中式傳統糕餅的精心復原，還有對西式糕點的創新探索。摩羅酥、蛋撻、椰撻咯，有啲江蘇餅啊、棋子餅啊。摩羅酥又被稱為甘露酥，它是物資匱乏年代的產物，是粵廚在有限的材料裡用極其少的分量研發出來的廣式糕點。時至今日，在大街小巷的包點鋪已經很難見到摩羅酥的蹤影。摩羅酥嘅餡咧就係麻蓉餡，傳統包山上邊嗰啲餡嚟嘅，比較好食些少嘅。長洲人老人家多，又冇咁甜，所以咪傳統餅家都先至有呢啲咯。我1年係只係做1次平安包，總店嗰度咧我就係賣蛋撻、椰撻啊、包嗰類嘢咯。在1年1度的太平清醮活動中，平安包可謂是活動的最大亮點。整家全部都咁嘆。每年清醮開始前，北帝廟前都會砌成一座座大大小小的包山，用於供奉神明。在這些包山中，大部分的平安包都是由郭宇全親手製作的。平安
安包就正常就唔難整嘅，由頭到尾我都係麵粉同埋嗰個師傅打嗰嚿麵打得靚唔靚咯。點解要用麻蓉咧？因為你麻蓉裡面有膏粉啊嘛，你穿起包山嗰陣時咧，嗰條繩咧就俾啲膏粉張住，咁佢冇咁易跌出嚟咯。嗰個包麻蓉餡佢就正常就係有油啦、糖啦、芝麻啦、膏粉啦。将馅料包裹在发酵好的面团里，再来半个小时的发酵，然后放进120度的蒸汽炉里蒸制。出炉后再盖上平安印记，既廉价又饱肚的平安包就诞生了。蓮蓉豆沙咯，麻蓉咯，應該係呢幾隻嘅。係我哋今年賣得好啲就係黑芝麻咯。从搓粉到包馅儿，从蒸焗到盖印，8个人从早到晚不间断地重复着固定的动作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新鲜出炉的平安包不能马上送到北帝庙前上架，需要經歷攤晾和乾身，才能離開郭玉泉的視線。攤得佢個包咧，有一日時間，吹得佢乾身咧，就會穿得好靚嘅。等平安包攤晾乾透之後，再將其逐個串起，形成包串。穿包咧就最緊要同一個方向嗰個字，你係咁樣穿，你就個個都係咁樣穿。我哋擺咗上個包山上面咧，就變咗又倒轉咗，就唔靚噶啦。嗱，呢個包就吹錯咗咯喎，呢3個包我就唔要啦。豆糕啦。一串串的平安包被挂在包山架子上，最终形成壮观的包山。这3座包山耸立在北帝庙前时，郭玉泉才算完成清教前的这项重要任务。